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探讨一下如何选购一款好的电源。一款好的电源，它应该能够输出足功率、无干扰、平滑的直流电，最好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调，这样就能够适应不同条件的需求。而且要坚固耐用，有多种防护，这样不但可以保护电源本身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护用电器。怎样做到抗干扰和防护功能呢？首先我们要有一个 EMC 辅助器。EMC 辅助器呢，就是外形像这种的，比如电源中的杂波、插模信号或者是共模信号都会被滤除掉。另外呢，它还有 EMS 防护功能，比如电路中放入了压敏电阻和保险，就能够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，还能够起到防雷的作用。加入了 NTC 的热敏电阻，就能够起到抗浪涌的作用。那么后边呢，就是 AC/DC 的电源。AC/DC 电源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开关电源，它主要的功能是输入交流电压，然后呢要有抗干扰和防护功能，输出稳定的直流电。如果工作环境不是特别恶劣，那么一般的 AC/DC 电源中也有抗干扰 EMI 电路和防护 EMS 电路，那么我们直接就用 AC/DC 电源就可以了。我们解决了电源的抗干扰功能和防护功能，但是呢，它有的时候电压输出的很单一，不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在直流电源后边加装这样的小模块。我们看它的输入电压在6伏到42伏，输出是12伏直流，当然还有不同电压值的，还可以加装这样的小模块。这种模块呢，输入的是5伏，输出的也是5伏，与主电源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。我们知道 MCU 在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在有干扰信号的情况下就不能够正常工作。好，下面我们以这款金升阳的导轨电源为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样的电源是好的电源。首先我们看它的外壳是2毫米的铝板压制而成，这样的外壳不仅是有利于散热，而且呢它特别坚固。这就是一款市面上常见的电源，它的外壳就非常的薄，而且它的功率管散热也是靠这个外壳。我们接下来看金升阳的电源。好，电源打开了，我们看这儿有一个 OK 开关，就是这个，它是通过我们里边有一个继电器来提供防护的。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，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不高或者是不过流的情况下，这个 OK 开关才能够闭合，保护后边的电器设备不会因为电源电压偏高损坏。这一端就是220伏输入了，这个是保险，这个是压敏电阻，提供了一个防护的作用。这是插模抗干扰电容，这是2组 Y 电容。Y 电容呢，就是滤除共模信号的。这还有共模抗干扰电感。这个整流桥是上在我们这个铝板上的。经过外部的防护和滤波以后，我们看内部呢，同样还有插模抗干扰电容、插模抗干扰电容、共模抗干扰电感、插模抗干扰电容。这个呢是 PFC 电感，这是 PFC 滤波电容，这端是 PFC 的功率管和2极管，是快恢复2极管。PFC 电路呢，能够提高电源的功率因数。供电公司对功率因数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。这里采用的是有源 PFC， 无源 PFC 电路它的效率比较低。这是它的负电源，这边是它的功率管，这是它的开关变压器。这端下边有4个肖特基2极管，是整流输出的，下边还有滤波电容。好，下面我们把板拆开，看看内部的构造。我们看，这是轻壳纸，轻壳纸很显然是绝缘的，但是在这个位置它垫了导热硅垫，这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功率器件的部分，所以呢防止它过热烤坏这个电源，所以呢防护是非常的到位的。另外我们看后边，这有3个运放，分别是过流、过压等检测功能，实时监测电源电压的状态。
如果电源电压不稳，或者是偏高，或者是偏低，都能够起到保护作用。这两个光偶，一个是稳压的，一个是保护的。这就是它的开关电源管理芯片。我们再看这个普通的电源，前面只有一个 NTC 的热敏电阻抗浪用，整流桥没有放到散热片上，只有一个滤波电容。它的功率管是放到这个薄的铝板上的，并且没有 PFC 电路。这是推动的变压器，这是它的开关电源，这是整流。这个电感也很小，然后滤波以后输出，保护电路也非常的少。这是一款早期的电源，用的壳呢是铁的，这个铁的散热没有铝的散热好，而且它特别薄，内部做工也是很精致的。同样有插膜抗干扰电容、供膜抗干扰电感，也有 Y 电容。这个整流桥也是放在散热片上的。但是这个铁壳呢，它的散热不好，所以它另加了散热片，这样就增加了成本。同样有 PFC 电路，这就是 PFC 电感、PFC 电容，这个是一个负电源，这两个是开关变压器。虽然我们看着它的做工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它有它的弊端。它的弊端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它的元件呢，都是在这种密密麻麻的大元件下面。我们检修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容易，日后维护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看它的线路也特别的细，线路也不好查找。另外呢，它最重要的是后边利用了一个单片机，这个单片机的程序呢，一般人是没有的，也不会写。那么当这个单片机损坏的时候，这个电源呢就基本上报废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一款好的电源既可以抗干扰，又能够实时保护电器设备，输出平滑的直流电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